从1978年首飞至今，这款战机已经服役了整整46年，也被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购，成为其军中的中流砥柱。作为一款全天候舰载机 ，F/A-18大黄蜂在其漫长的服役生涯中仅有2次空战胜绩，与同时期战果辉煌的 F-15和 F-16相比，显得略为低调。然而，这并未影响大黄蜂在全球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多国和地区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信任。那么，这款表面上低调的战斗机为何能在美军战机序列中长盛不衰，成为经久不衰的常青树？故事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海军在 F-111B 项目失败后，选择继续发展 F-14战斗机，却面临研发延误与成本超支的困境。这种局面让海军高层焦头烂额，迫使国会要求寻找替代方案。尽管海军尝试提出 F-14的简化版本，甚至考虑改良空军的 F-15，但所有方案均被否决。由于 F-15在增加航母起降相关改装后成本和重量大幅增加，最终难以适配舰载任务。于是，国防部批准启动了 VFAX 计划，旨在研发一款同时取代 F-4、A4 和 A7 的多用途舰载机。V 代表固定翼 ，F 代表战斗机 ，A 代表攻击机 ，X 则为验证机。然而预算有限，国会最终取消了 VFAX 计划，将资金转投新项目 NACF 海军空战战斗机，并要求海军评估空军 LWF 轻型战斗机项目的方案。与此同时，许多海军军官坚持认为 F-14已经足以满足需求，不需要额外研发新机型。但国防部仍然力推 NACF 项目，并在1974年明确需求，计划从参与空军 LWF 项目的原型中选择舰载版本。LWF 项目中，诺斯罗普公司的 YF-17和通用动力的 YF-16进入决赛。尽管 YF-16凭借优异表现赢得空军青睐，成为 F-16战机，但海军对 YF-17表现出浓厚兴趣。诺斯罗普认为 YF-17具备潜力，通过增加多用途能力，可以满足海军需求。然而，诺斯罗普和通用动力均缺乏舰载机研发经验，于是分别寻求外部合作。通用动力与沃特公司合作开发 F-16的舰载版 B-1600，而诺斯罗普则与麦克唐纳、道格拉斯联手基于 YF-17设计海军版。最终，诺斯罗普与麦道的合作赢得了 NACF 项目的合同。YF-17进化为 F/A-18大黄蜂，凭借出色的多任务能力和舰载适配性 ，F/A-18在美国海军舰载机序列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便后来有更先进的 F-35C 加入战斗序列，大黄蜂依旧以其可靠性、成本效益和多用途能力，成为美国海军航母编队的支柱力量，续写了这一经典机型的传奇。在 F/A-18战机的研发过程中，V1600方案遭遇了一些无法克服的问题，例如其采用的腹部进气口设计在舰载机使用中存在隐患，舰载环境中的杂物容易被吸入进气道，对发动机造成损害。尽管 V1600的进气口位置比 F-8和 A-7战机更靠后，但依然存在同样的风险。此外 ，V1600作为单发战斗机，其设计原本不支持携带雷达制导导弹，限制了它在执行全天候任务中的能力，尤其是拦截来袭的敌方战斗机或轰炸机。相较之下，诺斯罗普的267型方案表现出更明显的优势。尽管保留了 YF-17的基本外形，如双发设计、双垂尾和部分机身结构，267型在机体、航电和动力系统方面都进行了全面升级。它配备了推力更强的 F-404涡扇发动机，并引入了当时先进的数字化概念，包括玻璃座舱和电传操控系统，显著提升了战机的操作性能与维护性。双发动机设计更是267型的一大亮点，能够在一台发动机受损的情况下依然完成返航任务，这对舰载作战尤为重要。最终，美国海军在1975年5月宣布诺斯罗普团队的方案胜出。267型凭借更适合海上作战的设计和出色的多用途潜力赢得了认可。按照海军的计划，这款新型舰载机需要同时取代现役的战斗机和攻击机，因此最初诺斯罗普与麦道设计了3个衍生型号：单座的 F-18主打空战任务，单座的 A-18侧重攻击任务
和双座的 TF-18兼具作战能力的教练机。然而，海军认为将空战和对地攻击能力集中在一架战机上更具优势，于是最终 F-18和 A-18被整合为多用途的 FA-18大黄蜂。在决定量产 FA-18后，麦道成为主要承包商，而诺斯罗普则作为副承包商参与，并主导设计了简重版的陆基 FA-18，用于外销市场。不过，国际用户普遍选择了美军版本，诺斯罗普因此失去了战机生产的主导权，并因此与麦道发生法律纠纷。FA-18之所以备受海军青睐，不仅因为其设计的多功能性，还在于它在试飞阶段展现出的超常规机动能力。这种能力成为大黄蜂的标志之一。例如 ，FA-18能够执行猫鼬机动，这是对抗眼镜蛇机动的有效战术动作。在与德国米格29的演习中，FA-18凭借卓越的机动性和 AM-9M 导弹，成功抗衡了装备 R-73导弹的米格29，打出了令人瞩目的交换比。大黄蜂的机动性能得益于其独特的边条设计。诺斯罗普在 YF-17的研发中，投入了大量实验优化边条的外形与面积，最终采用的尖拱形边条显著提升了战机的升力性能。虽然苏联在研发苏27时也意识到尖拱形边条的优势，但由于未能解决相关控制问题，最终未在苏27上采用。FA-18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研发团队在功能整合、适应性和实用性上的智慧结晶，使其在美国海军战斗机序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FA-18大黄蜂系列战斗机是美国海军第一款全面采用电传飞控技术的舰载战斗机，通过飞控系统的稳定运行，为飞行员提供更优秀的操作体验。自服役以来 ，FA-18的飞控系统不断升级，不仅能够协助飞行员从失控状态中恢复，还支持复杂的超常规机动，例如落叶飘等动作，并为这些特定机动提供专门控制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海军同时装备了 F-14熊猫和 FA-18大黄蜂。相比之下 ，F-14在作战半径、武器载荷、速度等方面全面占优。FA-18在当时更多的扮演辅助角色。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与国防预算削减，海军对维护成本高昂且技术老化的 F-14逐渐失去耐心。90年代后期，尽管 F-14D 经过改进，性能依然强劲，但海军选择以改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作为替代方案。超级大黄蜂在经典大黄蜂基础上重新设计，尺寸增加约25%，优化了气动布局，例如独特的锯齿形前缘延伸翼和矩形进气口，这显著降低了雷达反射截面积。尽管未达到5代隐身战机的水平，但仍有效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超级大黄蜂在飞控系统优化后，展现出卓越的机动性，即使未采用推力矢量技术，其复杂的气动设计依然支持如猫鼬机动等高难度动作。更大的燃料容量与扩展机翼面积也提升了航程和载荷能力，使其能够在执行空战与对地攻击任务时表现出色。FA-18及其改进型通过飞控、气动设计、雷达、武器整合的多方面改进，不仅在性能上弥补了早期不足，还成功替代了多种舰载机型，成为美国海军的核心作战力量。除了多用途能力外，FA-18大黄蜂系列战斗机的另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卓越的可靠性和维护性。这是美国海军首次在舰载机设计中将这些因素作为重点要求。相比更复杂的 F-14熊猫战斗机，FA-18在研发中采取了一系列优化维护性的措施，比如使用固态航空电子设备以减少热量产生，简化液压系统，减少零部件数量，并采用固定式进气道。这些改进让大黄蜂战斗机的维护工作更加简便，同时显著提升了可靠性，使得机队的出勤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果用平均故障间隔飞行时间来衡量可靠性， FA-18的表现令人瞩目。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大黄蜂的维修工时仅为其他海军战术飞机的1/3，可靠性则高出4倍。即便将海基与岸基飞机一并比较，大黄蜂的维修工时也仅为它们的1半，而可靠性高出3倍。这种优秀的可靠性和维护性，直接为大黄蜂战斗机赢得了取代 F-14，并逐渐成为航母甲板主力战机的机会。如今
美军装备的超级大黄蜂 FA-18E/F 已经发展到 Block 3型，这是目前最先进的型号。在这一版本的升级中，最显著的改进包括安装宝型油箱、换装广域触控显示器、升级计算机与通讯设备、配备红外搜索与追踪系统，以及进一步提升隐身性能。例如，宝型油箱设计可以增加220公里以上的作战半径，同时释放更多挂架用于挂载武器，进一步强化航母打击群的作战能力。Block 3型还增强了分布式目标处理器与数据链功能，从而在作战中实现更高效的信息共享，尤其是在与 EA-18G 咆哮者的协同作战中表现突出。在隐身性能方面，虽然超级大黄蜂无法与第5代战斗机如 F-35相提并论，但通过增加雷达吸波图层、优化机体外形等措施 ，Block 3型有效降低了正面雷达反射截面积，满足了部分隐身任务需求。同时，超级大黄蜂作为平台，还衍生出了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这款电子战飞机于2009年开始全面服役，具备强大的电子战能力，并可以执行情报收集与电子干扰任务。其高通用性设计使得90%的零件可以与超级大黄蜂互换，这不仅降低了后勤保障的压力，也使飞行员的训练周期更短。值得一提的是，EA-18G 装备了先进的电子战系统，如 ALQ-218 战术接收机和 ALQ-99 干扰吊舱，能够对敌方的雷达和通信系统进行精准干扰，形成强大的电子战威慑力。同时，它还保留了超级大黄蜂的空战能力，可以携带 AIM-120和 AIM-9导弹用于自卫或护航任务。此外 ，EA-18G 还是唯一在演习中成功击落 F-22的飞机，这充分体现了其强大的综合作战性能。除了电子战用途外，波音公司还基于超级大黄蜂平台开发了 FA-18I 沉默风暴，这是一种采用第5代技术的4代半战斗机。与超级大黄蜂相比，沉默风暴在隐身性能、航电系统以及态势感知能力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为传统战机与第5代战斗机的协同作战提供了桥梁，使其能够与 F-35共同应对未来战场的复杂挑战。从外观来看， F-18I 沉默风暴相比超级大黄蜂有2大显著变化：一是加装了宝型油箱，二是采用外挂式封闭武器吊舱，取代了机翼上的外挂架。宝型油箱是 F-18系列中的首次应用，能够在不明显增加风阻的情况下大幅提升航程，同时无需额外挂载副油箱，从而保持机体外形简洁，提高隐身性。这对宝型油箱让 F-18I 在挂载2枚2000磅炸弹和2枚 AIM-120中程空导弹时，作战半径从1092公里提升至1350公里，与 F-35C 在相同挂载情况下的作战半径几乎持平。F-18I 的另一大改进是机腹增加了隐身化武器吊舱，这项技术此前在 F-15E-X 上已经得到了验证。对半隐身的超级大黄蜂而言，外挂导弹容易大幅增加雷达反射面积，提高被敌方雷达探测的概率。而封闭式武器吊舱通过减少导弹外露面积和使用隐身涂层材料，不仅降低雷达反射面积，还保持了战机的气动性能。在挂载3个隐身武器吊舱的情况下， F-18I 最多可携带12枚 AIM-120中程导弹，机翼外挂点还可再挂载2枚 AIM-9X 短程导弹。空战任务中总计可携带14枚导弹，堪称空中导弹卡车。在设计细节上， F-18I 的进气道形状与 F-22类似，采用平行4边形进气口设计，并采用了类似苏57的 S 型双弯结构，配有发动机叶片屏蔽装置，以降低雷达反射。此外，超级大黄蜂时代已经将垂尾倾斜度调整至18度，这一设计在沉默风暴上继续保留，进一步减少了垂尾的雷达反射面积。动力方面，沉默风暴换装了 F-414增强推力型发动机，加力推力从 F-404的8000千克提升至9900千克。在各种任务环境中，新发动机都能提供更强推力。近距空战中，推力提升30%至40%；高空截击任务中提升25%至30%；低空对地攻击中，推力提升可达40%，显著增强了战机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综上， F-18I 的全面升级可以看作是向 F-35靠拢的一次努力。无论是隐身设计、
武器整合还是动力性能，都逐步缩小了与第5代战斗机的差距，使得沉默风暴成为4代半战机中的顶级选手。从最初的大黄蜂到超级大黄蜂，再到如今的沉默风暴 ，F-18系列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式进化，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